今天的内容会让你彻底明白，为什么台湾现在的日子会越过越苦。原来赖清德口中的20%暂时性关税，根本是20%起跳，背后还藏着最惠国税率、反倾销税、反补贴税，再加上汇损10%。说白了，这不是关税，是台湾出口商的断头台。更讽刺的是，赖清德自称台湾是棋手，一天到晚跪舔美国，换来的却是提款机与美中谈判的弃子。今天我们要把这出国际笑话的全貌揭开，让大家看清这位总统为什么会成为台湾历史罪人。赖清德在国际场合把自己包装成所谓的台独旗手，满脸自信，好像只要他站出去，台湾就能被世界保护。结果呢，现实狠狠打脸，美国没有给我们更多保障，反而在和北京的谈判中，把台湾当成一张可以随时丢掉的牌。你以为他是在争取国际支持？事实上，他拿出去的不是勇气，而是台湾的经济、台湾的农业、台湾的产业，当成筹码，换他在国际舞台上的镜头与掌声。而这场交易，美国拿走利益，北京拿到筹码。台湾人呢，我们想要的是安稳的日子，却被赤裸裸地摆上谈判桌，任人砍价，当成棋子玩弄。8月5日傍晚，行政院经济部召集3000名业者开会，没有新闻直播，没有大肆公告，只是悄悄地丢出一个让全场脸色瞬间凝固的事实：关税不是20%，它还要再加上最惠国税率、反倾销税、反补贴税。简单说，20%只是开胃菜，后面还有 N 道主菜等着收割你的血汗钱。更狠的是，这还没算进汇率损失。最近台币一路狂贬，出口商光是换汇就再多被割掉至少10%的肉。对企业来说，这不是利润被吃掉，而是一刀接一刀往动脉下去。可赖清德在公开场合却还在轻描淡写暂时性关税20%，但拜托，这叫暂时性，是暂时送命吧？这不是政策，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黑箱掏空，输的是产业，伤的是民生，赢的只有那些躲在谈判桌后面数钞票的人。你知道吗？这不是我说的，是最新民调，数字会说话。43%的民众觉得台湾在赖清德执政下变得更危险，52%的人觉得社会更加分裂，彼此的距离越来越远，42%认为政治更独裁，言论空间在缩小，民主正在退步。朋友们，这不是反对党在抹黑，这是民意的真实反应。当一个总统的施政让将近一半的人感到危险、分裂，甚至独裁，那他不是在保护台湾，而是在一步步把台湾推向悬崖边。赖清德执政1年，成绩单3个字：惨不忍睹。民生救灾，台风一来，全台100万户陷入黑暗，老人热到睡在门口，他在哪？在演习现场拍照摆姿势，好像一切只是舞台秀。内政沟通不是倾听，不是协商，而是封口、打压、贴标签，反对声音通通扫到地毯底下。经济政策，电价3连涨，物价一路飙，出口企业连续亏损，老板愁眉苦脸，员工担心饭碗。但更离谱的是，他抓政敌的速度比抓贪污还要积极。柯文哲被起诉28.5年，检方到现在拿不出现金、金流、地点这些最基本的证据。朋友们，如果司法可以用没证据也能判的方式，今天是他，明天是谁？下一个被猎污的人很可能就是你。现在的台湾不是安全，而是危机四伏；不是团结，而是裂痕遍布；不是民主，而是民进党式的独裁。
当权者口口声声高喊抗中保台，听起来像是在守护国家，但实际上对内，他们用司法、舆论、网军疯狂猎捕政敌；对外，他们用台湾的经济与产业换取政治筹码，把我们送上谈判桌当人质。这不是保护台湾，对，而是在一寸一寸地掏空台湾。也难怪越来越多人的评价是，赖清德不只是台湾历史上的国际笑话，更是人民口中的历史罪人。朋友们，这不是别人的故事，这是你我们每一个台湾人的当下。今天他的无能让关税、汇率让产业一间一间断气，明天他就能用司法、用舆论堵住你的嘴，封住你的眼。你的沉默不是中立，而是对他的纵容；你的转发不只是点击，而是对真相的扩散。不要等到经济崩了，社会散了，自由没了，才捶胸顿足地问，为什么那时候的我什么都没做？这一刻就是人民的警钟在响，要不要醒过来，就看我们自己。如果你看到这里，表示你和我一样对这个政府的黑箱、谎言出卖台湾的行为已经忍无可忍。现在就请你在留言区告诉我，你觉得赖清德是棋手还是提款机？直接打1或2，让大家看看真心的民意是什么样子，再把这支影片分享出去给你的家人、朋友、同事，让更多人知道真相，不要再被包装的谎言骗下去。记得订阅加按赞，我们会继续追，继续盯，继续把真相掀开，不让他们在黑箱里为所欲为。台湾需要的不是棋手的幻觉，不是外交的空话，而是一个能让人民真正安心的领导人。